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小林小子女士所著的《不容易老的人喝的魔法汤》这本书。当肠道环境紊乱时，人就更容易衰老。突然提个问题，为什么有些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，而有些人却不行呢？那么，看起来年轻的人和看起来老的人到底有什么不同呢？答案是皮肤。常说肌肤年龄等于外貌年龄，事实上，眼部的印象几乎完全由皮肤状况决定，这一点也不夸张。如果一个人的皮肤已经出现皱纹和松弛等年龄痕迹，而另一个人皮肤光滑，那么显然后者看起来会更年轻。换句话说，要降低外貌年龄，获得光滑细腻的皮肤就是最直接的捷径。那么，要改善肌肤状态，拥有年轻肌肤，应该怎么做呢？答案就在肠道。为了保护肌肤和身心健康，最重要的是维持良好的肠道环境。只要肠道健康，不仅皮肤会年轻，头发也会健康光亮，身体也会充满活力。今天的视频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：第一，轻易尝试断食或低糖饮食会加速衰老；第二，灰姑娘汤如何彻底清理肠道垃圾的秘密；第三，不容易老的人每天都在做的3种肠道保养习惯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轻易断食或低糖饮食会加速衰老。震惊的原因，每个人都希望拥有年轻健康的肌肤，无论男性还是女性，都想要内在散发光泽的光滑肌肤。没有人会拒绝美丽的皮肤，想要获得人人渴望的光滑肌肤，从今天起需要关注的就是肠道。你可能听过肌肤是内脏的镜子这句话吧？虽然肌肤在身体表面，但实际上也是一个器官，并且与身体内部器官相连，会将看不见的内部状况传达出来。如果肌肤出现任何变化，那可能是内脏某个部位在发出疲弱的信号，喜欢的食物吃了出现皮肤问题，或者皮肤粗糙，都是内脏虚弱，肌肤在尽力向你传达的信息。反过来，如果肌肤明亮光滑，就说明内脏健康。从美肌的角度来看，要让肌肤美丽，必须从身体内部调理入手。皮肤会反映身体内部的状态，所以仅用昂贵的化妆水或乳液护肤，是不可能真正改善肌肤的。真正需要调理的是体内，而体内的核心就是肠道。肠道就像身体各器官的支柱，帮助它们正常运作。其原因在于肠道有3大功能：吸收、排出、判断。吸收是指吸收体内所需的营养，排出是指排出体内不需要的有害物质和废物，判断是指决定哪些要吸收，哪些要排出。当肠道充分吸收营养，有效排出废物时，身体就能生成高质量血液。高质量血液流遍全身，输送营养和氧气到每个角落，其他器官也会因此恢复活力。这时，肌肤的新陈代谢也会顺畅进行，也就是说，新陈代谢会恢复正常，结果肌肤的暗沉会消失，血色变得红润，透明感提升，皮肤会变得光滑、细腻、有光泽。此外，免疫功能也会正常运作，因此粉刺、敏感肌等问题也会得到改善。而肌肤的水分，本质上也是从体内补充的。表面上的干燥可以通过化妆品暂时遮盖，但如果你想从根本上改善肌肤干燥，就必须提升肌肤自身的保湿功能。为了做到这一点，就必须从体内开始调理身体。当肠道环境健康，营养和水分能够顺利送达肌肤细胞时，即使只做简单护理，也能保持干净漂亮的素肌，是不是很棒呢？相反，如果肠道的3大功能失衡，身体内部状态也会受到影响，营养和水分无法被充分吸收，肌肤细胞得不到滋养，导致干燥、粗糙的肌肤，免疫功能下降，会出现粉刺或过敏症状，废物排出不畅，积累的老废物会产生活性氧，导致讨厌的斑点、皱纹和松弛出现。就这样，当肠道虚弱时，
各种肌肤问题就会显现在表面上。当然，这也是内脏在向你呼喊，身体状况可能也会受到影响，真的是多重困扰。那么，要调理肠道，使其健康运作，从而影响你的健康和外貌，该怎么做呢？为此，需要了解肠道菌群。要调节肠道功能，就必须改善肠道菌群的平衡，这就是肠道保养的基础。肠道内有3类菌：益生菌、有害菌、条件性致病菌。益生菌会产生乳酸、醋酸等，使肠道呈酸性，抑制有害菌繁殖，促进肠道蠕动，同时预防食物中毒菌和病原菌感染，并抑制有致癌风险的腐败产物生成，维持健康肠道环境。不仅如此，益生菌还能在肠道内生成各种维生素。此外，益生菌的成分还能提升免疫功能，并有助于降低血清胆固醇。有害菌会产生毒素，引起疾病和衰老，是非常危险的菌群。肌肤问题很可能就是这些有害菌产生的毒素导致的。有害菌在肠道中增多的原因包括高蛋白、高脂饮食、不规律生活、各种压力、便秘等。代表菌株有维尔氏菌、葡萄球菌、大肠杆菌等有毒株。这些菌群增多，后果非常严重。条件性致病菌又称随氏菌，随氏菌会根据肠道环境，支持势力较强的一方。例如，当身体健康时，它们表现温和；但当身体虚弱、肠道环境紊乱时，它们就会变为有害菌，参与破坏肠道环境。理想的菌群比例是：益生菌2，有害菌1，随氏菌7。在这个比例下，肠道才能健康运作。有人可能会想，既然有害菌不好，为什么不彻底清除呢？其实，如果没有有害菌，益生菌可能会懒惰，不主动发挥作用。因此，维持平衡非常重要。有害菌需要保留一部分。不过，在现代人的饮食习惯下，如果不加以注意，坏菌很容易就会占上风。要让益菌占优势，还是需要靠每天的饮食来维持。关键是摄取对肠道有益的益菌食材，同时摄入足够的膳食纤维，为肠道内的益菌提供食物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这里我想先介绍一下灰姑娘汤的基本做法，至于具体功效，我会在第2部分详细说明，请大家一定要去看看。灰姑娘汤的基础材料只需3种，混合在一起就可以做成汤底。这3种材料是磨碎的白萝卜、磨碎的洋葱和盐曲。具体分量为白萝卜磨碎30克，洋葱磨碎30克，盐曲20克。只需混合在一起，就完成了2人份的灰姑娘汤底。注意事项是：白萝卜要彻底清洗干净，连皮一起磨碎，洋葱去皮后再磨碎，之后把它们与盐曲混合即可完成。做好的灰姑娘汤底可以直接使用，或者如果想保存，可以放入保存袋中冷冻保存。本书推荐一次制作大约20人份，即白萝卜300克、洋葱300克、盐曲200克，混合后保存。一次性批量制作会更方便，也更容易坚持，所以建议可以多做一些。保存时间大约为1个月左右为宜。制作非常简单，之后只需将汤底加入各种汤品或味噌汤中，一道简单又健康的肠道护理料理就完成了。本书中还提供了利用灰姑娘汤底制作的各种食谱，所以想要实际操作的人，可以一边看食谱一边制作，轻松做出美味的肠道健康汤。如果你只对灰姑娘汤感兴趣，也可以直接跳到第2部分。到这里为止。让肌肤美丽，维持良好的肠道环境很关键。要改善肠道环境，就必须在饮食中注意肠道菌群的平衡。而要增加益菌，推荐使用灰姑娘汤底来料理。事实上，采访一些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更年轻的人，会发现他们都有一些共通点：轻度运动、充足睡眠、摄入丰富膳食纤维的饮食，以及肠道环境良好、排便规律。更重要的是，
全身包括肠道的老化，其实从20岁左右就开始了。大多数观看本视频的人，肠道比以前老化，运作变慢，菌群平衡也开始失调。人的青春巅峰期约在19岁成长停止时，此后身体各处开始老化。虽然20到30岁时还能吃得消，但到了40岁左右就会开始明显感受到老化。60岁以后，肠道状况更容易恶化，因此尽早开始延缓肠道老化的措施，到了40岁左右就能看到显著差异。年轻时皮肤光滑，但最近突然暗沉粗糙，可能就是之前忽视肠道护理的结果。不过即使过了40岁，也并非无药可救，只要从今天开始关注肠道环境，进行护理，也完全来得及。人体本身具有向好的自我调节能力，因此只要改善肠道环境，即使年龄增长，皮肤和身体状况也会逐渐好转。过去疏于保养的人，只要现在开始努力，也能改善。随着年龄增长，肠道益菌数量减少是自然现象，无法避免。但加速这一过程的往往是自身的生活习惯，比如经常吃快餐或便利店食品。这些食品含有各种添加剂，会对肠道环境产生不良影响，因此尽量应少食用。此外，甜点、零食、油炸食品等容易引起糖化和氧化的食品，也会加速肠道及全身的老化，是导致显老和肥胖的重要原因。近年来，作为减肥手段，低糖饮食或断食逐渐流行。事实上，这类少吃型的减肥方法也可能扰乱肠道环境。以低糖饮食为例，很多人认为就是减少米饭、意面等碳水化合物的摄入，但实际上，碳水化合物是由糖分和膳食纤维组成的。如果完全排除碳水化合物，就会导致肠道菌群所需的膳食纤维不足。当你进行低糖饮食或断食时，你是否考虑过如何补充不足的膳食纤维呢？如果有人通过燕麦片等方式进行了补充，那就没有问题。但如果完全不加考虑，仅凭网络知识盲目实践这些减肥方法，就可能导致膳食纤维不足，肠道环境被破坏，皮肤干燥粗糙，反而让人显得更老。相比之下，更推荐选择对肠道有益的食物，通过稳定排便来改善身体状况。肠道与各个器官及全身细胞相互联系，当肠道功能正常运作时，控制食欲的中枢、大量分泌胰岛素的胰腺等器官也会运作良好，从而减少无谓的饮食，提升能量代谢量。一切的基础都始于肠道健康。在做好肠道护理的前提下，再考虑其他减肥方法会更有效。可以说，肠道细菌掌握着从肌肤到大肠的健康关键，因此建议大家在日常饮食中加入能够促进肠道益菌活力的灰姑娘汤，充分利用它来改善肠道环境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灰姑娘汤如何彻底清理肠道垃圾的秘密。你是否希望拥有一个干净明亮的肠道？只需每天1杯灰姑娘汤，就能让肠道恢复活力，肌肤也焕发光彩。接下来，我们将彻底解说这款灰姑娘汤的惊人效果与功效。为什么仅仅将白萝卜、洋葱和盐曲混合，就被命名为灰姑娘汤，并被大力推荐呢？这是因为这3种食材对改善肠道环境都有显著效果。将这些被称为肠道最强食材的食材磨碎食用，可以完整摄取其中的营养，因此灰姑娘汤底被称为最强。尤其是白萝卜和洋葱，磨碎后效果更加显著。白萝卜富含不溶性膳食纤维，能在肠道中吸收水分膨胀，增加粪便体积，帮助排便。此外，白萝卜皮中富含的维生素 C，不仅有助于益菌生长，还有出色的抗氧化、抗衰老作用。维生素 C 含量在皮的中心部分约为2倍，并且白萝卜皮中还含有辅助维生素 C 吸收的维生素 P， 因此连皮食用效果更佳。磨碎白萝卜后会释放出一硫氰酸盐，
这是白萝卜辛味的来源，具有杀菌和抗氧化作用。一硫氰酸盐主要集中在根部靠近尖端的位置，其含量约为根部其他部位的10倍。随着白萝卜生长，一硫氰酸盐含量会减少。由于其易挥发，如果喜欢辛辣味，建议食用前再磨碎。磨的时候沿着纤维方向操作，细胞不易破坏，切断纤维磨碎效果最佳。这种一硫氰酸盐对肠道调理作用显著，是肠道健康的关键成分。洋葱，洋葱含有不溶性和水溶性膳食纤维。不溶性膳食纤维帮助增加粪便体积，水溶性膳食纤维则为益菌提供食物，改善肠道环境。洋葱中还含有低聚糖，同样可以作为益菌的食物来源。此外，洋葱富含一种具有高抗氧化作用的多酚胡皮素，能清除体内活性氧，防止血液和细胞氧化。洋葱中胡皮素含量在蔬菜中尤其丰富，有助于血液流畅。洋葱还含有丰富的钾，有助于排水消肿，对美容也有益。磨碎洋葱时，细胞被破坏，硫化酶开始发挥作用，将其中的硫化物生成大蒜素。大蒜素不仅具有强抗氧化作用，还能防止血液凝固，预防血栓，改善血液循环，使肌肤新陈代谢顺畅，为美肌打下基础。盐曲，盐曲是由盐和米曲发酵而成的调味料。米曲中含有3种主要消化酶，淀粉酶分解淀粉为糖，产生甜味；蛋白酶分解蛋白质为氨基酸，增加鲜味；脂肪酶分解脂肪为脂肪酸和甘油。这些酶能使肉类、鱼类更加嫩滑，并增加风味。此外，盐曲中的曲菌在代谢过程中生成维生素，其中维生素 B1 有助于能量代谢，将摄入的糖类高效转化为能量。维生素 B2 和 B6 则参与蛋白质代谢。蛋白质是皮肤构建的重要原料，有助于维持皮肤和黏膜健康。缺乏维生素 B2 会导致代谢停滞，肌肤易发炎，因此对美肌至关重要。盐曲还会生成益菌的食物低聚糖，持续摄入可改善肠道环境。灰姑娘汤的综合功效：白萝卜、洋葱与盐曲3者结合，味道鲜美，营养丰富，对肠道和肌肤都有多重功效。将灰姑娘汤加入每日饮食中，可以激活肠道菌群，通过改善排便获得光泽肌肤，并帮助维持稳定的情绪。对于忙碌的人来说，即使没有时间每天做饭，也可以将磨碎的白萝卜和洋葱与盐曲混合后冷冻保存，随时制作汤。忙碌时，只需在汤底中加入味噌或调味料，热水冲开即可饮用，这样也足够有效。当然，有时间时，也可以加入各种食材熬制成丰富的汤品。汤品是高效获取营养的方便菜单。盐曲与各种食材相容性良好，和食、西餐、中餐皆可随意搭配，口味变化丰富，不易腻。温热食物的摄入对肠道健康同样至关重要。如果平时摄入过多冷饮，身体容易变冷。从肠道健康的角度来看，这也是不利的，因为身体变冷会导致血液循环不畅，肠道蠕动减慢。此外，如果肠道本身变冷，免疫功能也会下降，感冒或过敏等风险就会增加。因此，平时吃喝的食物尽量选择温热的比较好。每天喝一杯温热的灰姑娘汤，养成习惯，可以帮助保持体温温暖。推荐在早晨饮用，这是因为所谓的第二餐效应，也就是说，第一餐早餐的饮食内容会影响下一餐第二餐之后的血糖水平。如果第一餐不会导致血糖急剧上升，那么第二餐后的血糖升高也会受到抑制。因此，如果早晨摄入富含膳食纤维的灰姑娘汤，就能抑制午餐时血糖的升高。只要早餐喝灰姑娘汤，就能在控制午餐后的血糖。接下来是第3部分，不显老的人每天都在做的肠道健康习惯3选。任何习惯如果坚持不下去，都是没有意义的。那么，
你平时每天都在实践哪些肠道健康习惯呢？今天，我想向你介绍3种可以轻松开始、适合每天进行的肠道健康习惯。建议你在已有习惯的基础上尝试加入，并非必须全部采用。但如果你觉得想试试，就实际去做吧。第一，每天早晨起床后喝1杯水，水的温度可以是常温或温热，只要你喝得顺口即可。关键是要一次性快速喝下。需要注意的是，过烫的水会损伤消化道，所以不要喝太热的水。早晨起床后快速喝水，可以让肠道醒过来，开始蠕动。人体肠道总长度约9米，如果蠕动不足，食物就无法顺利移动，这会导致便秘。因此，早晨的第1杯水补充非常重要。喝水后可以吃早餐，这样有助于促进排便。早餐当然推荐喝灰姑娘汤，如果没有太多时间慢慢吃，1根香蕉也可以。香蕉中含有膳食纤维和益菌的食物来源，低聚糖，从肠道健康角度来看，是非常推荐的食材。第二，晚餐尽量在睡前3小时之前完成。对于肠道来说，理想的进餐时间不是固定时间，而是在感到饥饿时，等上一餐的食物被完全消化吸收，肚子开始饿了，再进食下一餐，肠道就能顺畅运作。因此，不必过于严格固定每餐时间，但晚上要遵守睡前3小时完成晚餐的原则。原因是进食时交感神经占优势，而消化吸收时副交感神经占优势。如果吃完就立即躺下睡觉，交感神经仍处于主导，消化吸收不充分，同时睡眠质量也会下降。如果晚餐后还是饿的人，可以选择易消化的温牛奶或温热奶昔来缓解。第三，泡澡时水温保持微温，浸泡约15分钟。每天泡澡，让肠道保持温暖，对改善肠道环境也非常有效。肠道蠕动最佳的状态是在副交感神经主导、身心放松时。慢慢泡澡可以让肠道温度也呈深部体温适度上升，激活副交感神经，从而提升肠道功能。反之，如果肠道变冷，交感神经占主导，肠道蠕动就会下降。无论是否意识到肠道功能问题，建议尽量不要只用淋浴，而是泡在浴缸中。肠道健康不仅影响我们的消化功能，更直接关系到肌肤状态、免疫力、能量代谢以及整体精神状态。不需要一开始就追求完美或一次性改变所有习惯，只要每天坚持小步骤，就能在日积月累中见到显著效果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